好，我是苹果妹，今天呢要来教大家5个 LINE 超级实用的隐藏小技巧。说到 LINE 这个通讯软体呢，我们现在每个人都离不开它了，尤其是台湾人。那今天我要介绍的这几个小技巧呢，是连我自己之前都不知道的，然后我非常惊讶，想说我每天都在用，怎么可能会不知道呢？所以现在呢，我们就来看一下有哪一些必学的小技巧吧。首先呢，你们知道 LINE 里面有一个功能，可以看到你跟某个联络人聊天的所有日期跟内容吗？首先呢，我们去打开聊天视窗，我先随便选一个。进到聊天视窗之后呢，看到上面有一个放大镜，那通常这个都是我们用关键字去搜寻的一个地方，对不对？就是这边打关键字的话，你就会搜出所有曾经出现过这个字眼的记录嘛。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右下角这个月历的图案呢？点下去，然后你就会出现一个月历嘛。那上面呢，黑色的日期就是你们曾经聊过天的日期。然后灰色的就是你们没有聊天的日期，所以这样子就可以很快的看到你们曾经聊天的记录。例如说，我想要看1月7号的聊天记录的话，我就点下去，然后就会立刻跳到1月7号。或者是你想要看你们之间第一次聊天的记录是在什么时候的话，你就可以一直往上滑，滑到全灰的地方。全灰的地方有没有？这边就是你们认识的日期。你们互加 LINE 开始聊天那一天日期，当然前提是你的 LINE 讯息一直都历史记录一直都有保存下来啦。所以呢，我跟这个 CNN 账号第一次聊天的记录就是在这个2018 8月的20号这一天是第一次聊天。我觉得这个功能真的让我非常的惊讶，因为这样子你就可以很快的去找以前的记录，然后来回忆一下你们好几年前互动的方式是什么。尤其是跟你非常熟的朋友，如果你去找这个第一次聊天的记录，应该都会非常的有趣哦。再来第二个，我要教大家怎样在 LINE 上面把图片转成文字，这也是我觉得非常好用的一个功能。首先呢，去对话视窗里面，然后点选图片的这个按钮，点进去，然后这边例如说我随便选一张有文字的图片，然后点进去，就是你要点进去哦，不是选右上角那个打勾，不是这样子，你要点进去。然后按一下右边的这个 A， 这边有一个 A， 它就是文字辨识的功能。点下去，它就开始进行侦测。扫描完之后呢，它就会变成这个样子，就是有文字的地方，它就会用绿色做标示。那现在看你是想要复制啊，或者是直接分享也是可以的。复制的话，就是你可以复制完之后贴到别的地方。那分享的话，它就会直接跑到你的对话视窗的打字栏。那如果你不想要分享那么多文字的话，你也可以单独去按某一句话。例如说，我只想要复制这一小串的话，我就点它，它就变成绿色的。它的文字就会出现在这边，然后你就可以去复制啊，或是分享，或者是你也可以用拖拉的方式去选取你要的地方。例如说，我这样子拖移，然后我就选取这一段嘛，那我就可以去复制分享。那分享的话，按下去之后，它就会跑到你的打字栏这边，那你就可以马上传送。我自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方便的方式，因为它就在 LINE 里面，你不用去多下载一个 App 啊，或者是需要另外去别的网站等等，它就内建在这个里面了。我之前日常生活就常常使用到这个功能，所以大家可以把这个方式记下来，就可以很快把图片转成文字咯。再来呢，第3个小技巧是电脑上面的小技巧，我们现在要换到电脑上面去了。你们知道电脑版的 LINE 也可以当成计算机使用吗？就是你直接在讯息栏这边输入你要计算的数字，例如说我打3加7，然后最后呢加上一个等于，然后就会自动跑出这个数字。这个星号里面呢就是计算的结果。我们再试一个别的，例如说8乘4，然后按等于。它就会自己出现这个32，所以以后大家就可以把这个电脑版的讯息栏当成一个小小的计算机哦。那我觉得比较可惜的是手机版这边还没有这个功能啦。再来第3个呢，我要来教大家怎样在 LINE 上面查证不实的消息。现在呢很流行在群组里面传一些很惊悚的新闻或是留言，对不对？但是很难去查证它到底是不是真的。那透过这个方式呢，因为它是一个 LINE 的官方账号，你只要把这些看起来很像假的新闻
把它丢到这个账号里面，它就会帮你去查证说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这样子。在这个资讯的时代呢，判断一件事情的真假真的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个 LINE 的官方账号呢，它的 ID 叫做 LINE Fact Checker， 我会把它放在我的说明栏跟留言区，然后我的荧幕上面也会放在这边，大家可以去加入。那现在我就加进去，那我就可以开始跟他聊天了。那这个要怎么使用呢？就是例如说，你今天在某个社团看到一个非常惊悚的新闻，不管是网址还是内文，你只要长按这个讯息，然后按分享，传送的对象你就去选择这个 LINE 讯息查证，就分享给他。我们现在来做一下测试，例如说我在某个社团看到了这个，他说什么医生在乳癌切片里面发现了某个致癌物，那我现在就把这个连结转传到刚才的那个查核消息的官方账号，按分享。然后我就把它转传到这个 LINE 讯息查证。我传完我刚才那个连结之后呢，在讯息查证这边它就出现了这个对话视窗，然后它就会有很多不同的这个查核单位去证实说你刚才传的这个连结是不是真的。然后点进去之后呢，你就会看到不同的一些观点。例如说我点进去观看，那查证的网站应该是有非常多个，然后我今天这个是由真的假的这个网站提供的。那上面就有写说有多少人关注过这个议题，然后下面呢就会有专人来回应我说为什么我今天这个连结是一个错误的消息。那我觉得他可能是一个小编的身份吧，他会去网络上面找一些别的资讯来打脸我上面的那个假消息。但我觉得大部分的情况下，他可能不会给你一个很明确的答案，但是你可以点进去看一些不同的观点或是论述。所以之后呢，如果你在一些社团看到一些很惊悚的消息，想要确认它的真假的时候，你就可以用这个转传的方式来澄清说这个话题是真的还是假的。再来最后一个小技巧呢，要来教大家怎样在 LINE 上面做即时的文字翻译。那今天会提供3种中文转日文、韩文还有英文的方式。那一种语言呢，就是一个官方账号。那例如说我现在是打开一个日文的官方账号，我会把连结提供在我的说明栏或者是留言区。大家打开之后呢，会出现这个画面，就是要不要在 LINE 里面打开这个网页，那你就选打开，接着它就会出现这个官方账号叫做 LINE 中日翻译，那我们就加入好友，那我们开始聊天。它上面就写说呢，它是一个自动双向翻译的一个官方账号。那现在我们就来打字看看吧。如果我打你好，它就会直接开始翻译了。那比如说我打日文，它也会马上的翻译。这样子出国的时候呢，也是非常好用的。不过当然前提是要有网路啦。另外我们来试看看英文的，这边呢就是一个中文跟英文的自动翻译机，它也是官方账号。我会把连结放在说明栏跟留言区。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聊天吧。那我现在就是说我打一个句子好了，对，就是我打句子，它也是完全没有问题，可以直接翻译。那另外呢，第3个账号我要示范的是韩文的账号，加入好友，然后聊天。我随便打了一个中文的句子，我不知道它有没有翻译对啦，因为我不懂韩文，直接回翻。他可以耶，他说要去韩国见哥哥，所以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之后如果你出国玩呢，需要紧急的翻译服务的话，也可以利用 LINE 的这个官方账号来做翻译。那我们今天呢5个 LINE 的隐藏小技巧就介绍到这边，大家有没有学起来的呢？记得在留言区告诉我哦。另外呢，如果你有任何想要学的 iPhone 教学或者是小技巧的话，也欢迎留言告诉我。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我是苹果妹，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